我们的频道。今天是2025年5月9号，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1点，也就是现在开始，到12点，1个小时的直播。欢迎大家提问你们个人关心的股票，但是请把股票的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这样的话就不会漏看掉。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大盘指数，也就是标普。现在标普已经从4835涨到了最高点5720，这波缓慢的爬升还是非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的，对吧？那么在周线上，它现在已经成比了。我在周二直播的时候已经说了，这个周线上已经可以当成一笔用了。我们看一下裸 K， 裸 K 的话，它是5根 K 线，有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包含处理的话只有4根，但是可以当成一笔先用，因为它的时间上是满足的，对吧？这是时间上是有5周。那么它现在是没有碰到5773，周线上我们一直说有一个关键的位置5773，还有上面这个中枢的中轨，然后就是历史最高点6147了。那现在他看他能不能够再往上冲一冲，对吧？那么川普也没有闲着，川普在昨天的一个答记者会上说，可能周末有一些什么好的消息要出来，但是呢，不知道是放烟雾弹还是怎样，然后也是让大家去买股票。但这次他在他的那个记者会上，这个并不是具体的说，就像之前那次4月9号那次的话是不一样，对吧？那4月9号这天，他是单独在 Twitter 在他那个 Truth Social 上发的。那么这次是答记者会的时候，他是说这个大范围的，并没有具体的，所以说指向性并不那么强。但不管怎么样吧，现在这个市场想让它狂跌，快速下跌，看不出来有这种迹象。那么从4835上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我们把它高亮一下，4835到5720，就看一下这一段的内部结构。现在内部已经相对的饱满了，1小时起涨点4835，然后这里有一个大 A 中枢，这些构成中枢的这个结构全部都满足这个中枢的定义的。然后看这里震出来第2个中枢大 B， 就是按照我们模型里面。但是 A 和 B 的有高低点接触，说明升级了，这是一个扩张之后的大中枢。升级之后我们再看，又是2次回荡，又构成了一个新中枢。那么因为这个中枢是升级的，也就是大 A 撇，那么2次回荡还是下面中枢的300，这个位置是下面中枢的小300，对吧？然后我们现在观察什么呢？就观察最后一个中枢就好了。你在你的任何周期上，你要观察它的力度，或者说你要观察现在这个大盘是处在一个什么状态，你就看它跟最后一个中枢的位置，对吧？是最后一个中枢的内部震荡呢，还是在中枢的上方要走离开，还是在中枢的下方要走离开？其实就很简单了，你只要有最后一个中枢给你做这个标准就很简单了。那么现在又回到这个最后一个中枢里面来了，也回踩成比了，然后还在这个中枢的中轨之上，那是偏强啊，对吧？然后 MACD 也在0轴以上，就是所有的这些信号都告诉我们，现在是空头占优，多头占优的，就多头强，多头偏强。那这种情况，你尽量不要去做空的，而是应该买回撤，对吧？这个位置能减就减，不能减的话可以拿一拿也可以，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缓慢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你即使不减的话，它也能慢慢再爬上来。如果说能够去利用这些回荡做差价的话就更好了，所以说更好的是去买回踩，而不是去做空。现在是这么一个节奏，所以说就看它能不能够再上去，然后再一次回荡，然后再上去，对吧？就是这种现在就是这种节奏。那么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上周也完事了，现在这个大事件并不多，所以说市场关注还是在这个特朗普身上。在这个川普，他是这个中国的贸易战到底是要怎么打，对吧？还没有一个这个定论。
那么现在这个在指数上120天和200天都横在这个位置，全都在5700到5800之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位置，也是整数位，对吧？所以现在趴在这里等待方向，市场等待方向没有问题。所以说，盲目做空是不明智的。现在起码这个状态，你起码是什么呢？起码能在小周期上，起码1小时上，我先砸破这个中枢，然后往下走的迹象，给一个小三卖也行啊。现在连这些迹象都没有，所以说就是盲目做空，现在是这个非常难的。那我们简单就说一下这个大盘的情况，然后看一下，share 的朋友已经问了，说问特斯拉今天这个突破300了是吧？那么我们看一下特斯拉今天表现是比较抢眼的。那么其他的我们看英伟达是下跌的，然后 Palantir 下跌，苹果是稍微微涨的。现在就特斯拉涨得比较猛，涨了5.8%。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的结构。特斯拉今天有几个变化，尤其是大周期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看一下，首先月线上我们看一下，月线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裸 K， 从这个最高点488下来之后，到了这个225附近，这个月线上回撤是够比了。月线上回撤首先够比，也是一样，有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但是当成一笔用是没有问题的，对吧？这是在月线上已经有，而且月线上有底分型了，月线上出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底分型，这是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但是呢，它现在之所以稍微有点停顿，是因为它刚好是到了这个底分型的。我们之前说过，底分型有3元素，第一元素、第二元素、第三元素，就是这个3根 K 线，我们说它们是3个元素，然后构成了这个底分型。第一元素的高点现在刚好是形成了一个压力，第二元素的低点形成了一个支撑，现在刚好是顶在了，你看到没有？刚好是顶在了第一元素的高点的位置。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在这里稍微有点停顿呢？也是因为这是一个压力位，对吧？只有有效站上了这个第一元素的这个高点，也就是303.94， 303.94是这个底分型的压力位置，只有强势站上303.94， 304吧，304的话，那基本上就有希望在月线上能够生长出来一笔。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它反弹的潜在的位置，看能不能够冲上350、383，对不对？这样的话，那就是还是在月线上有一个大的中枢震荡，这里有可能出现一个月线的大二卖，然后再回来也可以，甚至是快速往下杀也可以。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做的是这一笔，先计划就是做这一笔就可以了。所以说这就是出现底分型之后你要怎么计划，然后要观察它。周线上也是够一笔了，我们把周线上这一笔也给它画出来，而且周线上这一笔也是递归。我们也看一下裸 K， 周线上现在是5根 K 线，但是最后2根 K 线下面这2个 K 线有包含关系，包含处理之后只有4根，但是我刚才说了，大周期尤其是日线以上的周期，你是可以先保证5根的，先保证有5根 K 线，然后再看它。如果说在大周期的话，这样的话先当一笔用它，对吧？只要是你在做这个图形分析的时候，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要有利于你交易，对吧？我们做不管怎么分析，目的不就是为了交易吗？对吧？如果说它满足一笔了，我们要看它的生长的一个状态，然后看一下它的次级别。那么次级别，我们可以把这个先把它断开，从214这里断开。我们现在关注就是214右侧这些，214右侧这些。那么这里其实是有一段小周期是有一段回撤的，但是因为4月9号那天的 K 线破坏了这个结构。那么如果从214到现在这个最高点307都算成一笔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它的小周期是有结构的。我们看一下这所有的这些的小周期上，在1小时，我们把1小时的结构给它画出来。1小时它现在是已经有2个中枢了。我把其他的稍微清一下。好的，我们就看那个高量这些。那么这里是有一个下上下，这里是有一个第一个 A 中枢，这个我之前是画过，所以说我不是比较清楚它的这个结构。然后在这里又开始震，这里开始震，然后再下来啊，甚至是到这个低点，然后再上去，然后在这里形成了一个 B 中枢，就是说在1小时上它已经做出来了2个中枢了。
这是这个两个中枢的这是 A 中枢 B 中枢，但是高低点有接触，又是一个扩张大中枢，对吧？那么现在是尝试第二个中枢走离开了，也就是说从这个起涨点271这个位置开始走离开。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关注的就是，如果说你做的交易这个周期不大的话，你就关注这段的这个延续性好的话，看这个 MACD 张口张得非常大，对吧？这个快慢线高度也开始伸长，柱子面积也不是很小，没有明显收缩，说明迹象非常好，说明多头的这个起涨的迹象非常好。如果说你有的话，当然可以多拿一拿，对吧？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因为现在并没有太多人提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的更细一点。我们要看一下这一段的小周期的结构，对吧？小周期的结构是不是很饱满？先看一下15分钟。那么15分钟的话，从这个起涨点，我们把这个起涨点给它标出来。从271这里起涨，对吧？15分钟，这里有一段下，一段上，但是这个回落是不够，其实有3段。15分钟现在就是3段，一个1、2、3，可以2号在这里，然后3到这里，对吧？但是如果说我们用5分钟看的话，因为5分钟和15分钟它俩的这个级别是差不多相同的，那么我们可以利用15分钟，因为15分钟上是带中枢的，这样的话你一旦有了中枢的话，你分析起来就容易一些。所以说怎么选择周期，你就看它有没有中枢就好了。有中枢的话，你这样分析起来就容易一点，对吧？所以说这就是不对，上沿应该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也可以，就是下上下，对吧？都可以。所以说这个中枢的位置往上一点往下一点都不影响。那么现在这个回撤在15分钟上还形成了一个小3买，从307回来之后还形成了一个小3买，也刚好踩到了 0.382， 对吧？刚好踩了一脚 0.382 之后，这个小反弹现在我们看一下够不够5根 K 线，这个是够5根，但是有包含关系。在小周期上的话，我们尽量要满足，就是刨掉包含关系之后要满足5根 K 线。现在这种情况就不把它当成一笔，因为小周期就是这个结构不稳定，很容易被破坏掉。所以说我们尽量是按照定义来，但是在日线以及日线以上的话，是有5根，先保证周期，然后再保证这个数量，对吧？现在在小周期的话，我们既要保证周期，也要保证数量，所以现在是不满足这个反弹一笔的。也就是说，它在这里要做出来第二个小中枢来，这是一个小 A 中枢，大 A 中枢，然后在这里做出来一个大 B 中枢，这是在5分钟上才有可能结束这波上涨。就是你如果说有能力做5分钟的这个中枢震荡的话，可以在这里做中枢震荡5分钟，也就是说5分钟上还没结束呢，也就意味着1小时从271这个上涨没结束，等到5分钟上这里有一个 A 中枢，这里做出来 B 中枢结束之后，看它能不能够回落。如果说回落不能回到这个1小时的最后一个中枢，还是3买，还可以往上走，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么一段段做，就看你是要做5分钟的一个中枢的震荡操作，还是要等待一个这一段结束之后我要买回落。那么你要想看的周期大一点的话，那就等看有没有顶分型啦。现在1小时上也没有出现顶分型，现在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的。如果说你想减仓的话，因为现在毕竟是一个强势状态，你可以多等一等，对吧？多等一等，看给一个明确的顶分型的时候，我再减仓也可以的。就是这个就是做一下这个微调就好了。还有就是看你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还有你的仓位，对吧？很多人仓位比较大，然后涨的这个当天很猛，拿不住，那就可以卖一卖嘛。如果说你是在有赚钱的前提下，这个就看个人的一个情况了。好的，那么的话，对特斯拉我们就分析这么多了。然后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震荡指数 VIX。VIX 的话，一个比较好的迹象就是它已经被压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我们看，从这个12.7，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我的所有分解都有水印，每个周期都有水印，因为这个周期时间在缠论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你如果说不说时间的话，你不说周期的话，其实分析并没有意义，对吧？那你说啊，美股是牛长熊短，那你能不能拿得住啊？对不对？你一定要讲周期的。如果说比如说100年、200年都是上涨的，
你能不能够拿得住100年、200年呢？很多人这个分析起来说的挺好的，但是呢，不聊周期的话，其实很多都没有什么意义，都是空谈。你必须要切到周期上，所以说这个周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日线上现在已经被压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现在这个最低点在12.7，然后这里有一个中枢震荡，之前是这个川普搞这个贸易战造成的这个 VIX 大幅上涨，现在又被压回来了，看到没有？压回来，那么压回来我们就要注意了，是不是要弹一下？是不是要弹一下之后再下去？因为压回来之后相当于得到支撑了，那有可能这些大的这个基金呢，或者大的这帮大鳄开始做对，他们觉得可能这个位置反弹，因为它跌到了这个位置，意味着指数那边可能涨到了某一个位置，他们觉得，哎，这个位置又开始偏高了，我是不是又应该买点期权做对冲了，对吧？所以说可以用它来反面来这个印证这个指数那边。那么现在又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你看你发现它现在这个 K 线实体啊越来越小，今天就是一个十字星，发现没有 ？K 线实体越小，越意味着可能在这里憋大招呢，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点。还有最好是能够，它也可能踩一脚这个120天和200天，前面这里就是踩到这里了，然后得到支撑起来的，对吧？而且呢，更关键的是当时是从零轴起来的，是从零轴起来的这波，所以说，但是现在好就好在现在是已经到零轴以下了。现在这个 MACD 已经到零轴以下了，对吧？这是好的迹象，这说明股票那边强。所以说，看他们能不能再往下走一走，到这个200天和120天。然后再看这个线儿朋友问一个半导体指数，这应该是 ETF 没有这个杠杆的，这个跟现在指数的走势差不多。我们可以简单把它这个整体结构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留的一些痕迹。应该是月线上有过一次大的回落，对吧？月线上有过一次大的回落，就是跟那个英伟达的图很像。那么我们把这个月线上就是给它简单的给它把月线图给它补一下。这里有过一次回落，但是回落的不够比，就直接月线上到这里。那么月线上现在这个结构我们把它画出来，然后这里有几个潜在的一个月线的一个大中枢了。然后现在是回到中枢里面。这个位置，如果说能够生长出来，月线上生长出来一笔的话，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月线的一个结构买点，这是结构构成中枢之后的结构买点，然后也形成了月的底分型了，对吧？然后看周线上，我们把其他的其实可以稍微清一下，因为我们只关注的就是这个148上涨之后的结构，这个结构，我们把这个周线上给它补一下。那么它从267下来之后，在周线上做了一个中枢。你一旦把结构都画出来之后，你就很清晰了。现在就看两种，首先这个周线上能不能够弹回到这个中枢里面去，对吧？现在我们从这个起跌点，我们可以给它画一个测一下这个，先测一下它的力度到哪儿了，已经突破了0.5了，但是呢，现在是。我们看这个裸 K 刚好是在120周，120周刚好卡在这个位置，看能不能够再继续往上冲一冲，往上冲一冲，看能不能够到这个203，也就是0.618，但是呢还没回去，回不去的话，可能还是一个小三脉，那可能再下来，那就变成了我们之前说的一个模型，三脉转二买，看能不能够再继续上去，或者说在这里做中枢也可以，然后再下也可能，对吧？这是出现三脉转二买之后的模型。当然了，最差的就是出现三脉之后再打低点，再把148打掉，那就出现一个盘整背驰之后再看。所以你现在计划就是做这一笔，看它有没有结束。现在周线上已经够笔了，或者说够5根了。那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方法都一样。你会发现分析来分析去方法都一样，就是先找大周期找方向，就类似一个 GPS。然后再到小周期上去找这个结构买点，看看有没有机会进场。那么它也是4月9号这天，它这个结构被破坏了，那就其实可以当成3根，但是现在严格定义的话只有1根，也就是日线上只有一笔。我们再看一下它的1小时，也是跟那个特斯拉呀、跟英伟达他们都差不多，
这里有一个中枢，我们把其他的全部清掉，然后把这个结构能清楚一点。我们现在主要看的就是148.31右侧这些，然后在这里又做出来第二个中枢，那就跟指数的是一样的，这是第二个1小时中枢，但是也是高低点有接触，对吧？这是构成中枢之后的这个高低点有这个跟前面这个高点还有这个位置都有接触，又是一个升级之后大中枢，它也是尝试离开，它的这个起涨点在这里184.27是它想脱离这个中枢的起涨点。虽然说这里有过回落一个小低点，但是并没有跌破184.27，对吧？所以说你要关注就是，你看它这个结构已经，这里有一个次级别肯定是有一个中枢，这里也有一堆。我之前讲过一个简单的方法，就看它有没有超过3根 K 线在这里并排横着，如果有的话，说明它的次级别或次级别有中枢了，它已经有2堆了，说明这段上涨的力度已经有点开始萎缩了，而且这个 MACD 看这个柱子的长度已经开始缩短了。如果说你有的话，可以先减一点没有问题，减一点的话，看它等这笔回落回不来的话，还是300，然后还可以打高点，对吧？这就是比较精细了，这就是做的比较精细，比较适合做日内是可以这么看的。你如果说做的这个不是那么精细的话，你就简单的看有顶分型了，我减一减；有底分型了，我买一点，这样也可以。这样的话就做的这个相对模糊一点，但是并不影响你最后的这个成果。你起码有一个依据。我们最害怕就是我们交易起来是没有依据，随便进出，那样的话你就比较乱。就是你有依据的话，这样的话，你能不能够判断出来这个顶分型或者底分型是中继的？这个是进阶的一个经验了。你交易多了，慢慢就能知道，哎，这个位置出现底分型了，可能只是一个中继的。比如说前面这里出现过一次底分型，但是被打掉了，底分型到这里来了，对吧？你能不能够判断这个中继底分型？那是靠经验、靠总结出来的，不是说你学会了这个顶底分型，你就能够说啊，我学会了顶底分型，那我就能抓到真正的拐点。这个拐点只是个假的，那么后面这个才变成了一个真的。这样的话，能否判断中继顶底分型，这个其实是考功夫的。你需要去盯盘，需要看区间套，那就非常细了，对吧？这个就需要每个人去锻炼去。那么现在在日线上它也没有出现顶分型，但是它的小周期已经相对饱满了，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就好了。好的，这是这个半导体指数。那么大家可以继续提问。那么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可以再看一下现在指数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还是在1小时这个中枢。现在1小时这个中枢回落之后，但是还没有出现那个1小时的底分型。那它延续，就看它这个延续性是不是要在这里出现底分型之后再上，就看它一个怎么选。那么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眼今天这个苹果。苹果的话，结构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毕竟这个基本面是好的，我说的大方向是好的。那么它有回落的时候，你是敢进的。苹果看一下，把这些都清一清。月线上有这么一个大的中枢，月线上有这么一个中枢，然后这次从260跌到169，又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这个回落也够比，对吧？但是现在这个回落之后，这个底分型也没有出现，就看这个260跌到169有没有结束。如果说结束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就是拐点，可以生长出来新的月线上一笔。如果说没结束，那就要继续延续，再次把169.21打掉，向下延续，对吧？这就是你要关注的。
把这个260以下给它高亮一下。周线上也是3段，把这个先给它清掉。从260，这是一个1、2、3，这个4现在有迹象要出现4，但是4现在不够比，所以说以169.21看它能不能够周线上生长出这么一笔来。生长出一笔之后，你要观察它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220附近这个低点，碰不到的话，这只是一个周线的这个4浪反，还可以有5的话回落，如果说不能够跌破169.21就是2买，跌破169.21就是5浪，就是一个1、2、3、4、5，对吧？看它是出5浪还是出2买。如果说要那个上去之后再下来，但是现在这一笔还没结束，就这一笔还没有办法判断它结束，对吧？所以说你看它这个出现周的底分型之后，它的次级别这就来到了更小周期。日线上我们看一下日线上它这个结构，我们把日线上这个结构给它补出来。好在这个在169.21这个起涨点这里，我们看169.21右侧这些，那么169.21就是周线上那个底分型，那么它在日线上已经做出来2次回荡了，在这里做出来一个中枢来了，看到没有？那么这里头啊，看它是不是要在这里震一震，然后再打一个高点，这样的话就有进入段、有中枢、有离开，然后看它能不能够再冲到120天和200天，这个结构就很饱满了。以这种方式来构成什么呢？构成周线上我说的那个4浪。周线上那个4浪，如果说到了这个就结束了的话，那就看它有没有5的话，就看它是不是要再次打掉前面的169.21，打掉就是5浪，不打掉就是2买，对吧？就是这么做的。所以说现在就看它这里在这里做中枢，那么这个位置就出现了这个底分型了，或出现了这个你想要这个交易的这个可能的。出现了可能的位置的时候，你要买一点，因为你这里不买的话，我们交易的时候是出现底分型是双触发，对吧？第一个触发是有没有底分型、顶底分型，然后就看它的那个内部结构，内部结构你去这个次级别看一下有没有背驰，如果有的话，因为是在有底分型的时候是先买后卖，如果说从顶分型这里的话是先卖后买。它俩的节奏是不同的，就顶底分型的时候，这个节奏是不同的，所以说你一定要搞清楚，你是它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顶分型附近呢，还是在底分型附近？这样的话，你才好做这个计划。那么出现了的时候，那你就要配置一点仓位，对吧？你不配置仓位，那么它如果说要是往上走的话，那你相当于在这儿继续那个中枢震荡，那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这个苹果的话，就看它能不能够在周线上生长出来这个4浪来，也就是说它现在开始在这个做中枢，而且它也是有分红的，虽然说可能不多，但是如果说你买的够多的话，那也是长达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基本面还是怎么样的。艾米朋友问，目前大部分股票的周线的4浪反弹都没有结束，都要等第5根 K 线。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是假设这个位置，假设169.21这里不是形成底分型了吗？这里不是要生长出第4浪吗？前提是169.21在生长出来这个4浪之前不能够被跌破。169.21如果说在它生长出来之前就被跌破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3没结束，意味着3没结束呢，那你这个4的这些都是无用功，都是中继的，说明你这些都是中继的。它3没结束向下延续，对吧？说明3的内部不够饱满，它继续向下延续呢。所以说，不能说这个一定要有第5根，不能说我出现了底分型，我就一定要生长出来5根才可以。市场的变化是无常的，它是任意变化、任意组合的，怎么走都可以呀。它可以是这个出现了底分型了，然后先长出4根来，然后再次把这个底分型打掉，
那就是前面的下跌没结束啊。所以说不是要有秩序的，一笔下一笔上一笔下，这样有这种非常秩序性的这个运行，不可能啊，对吧？所以说我们做这个交易的时候，一定是两个方向做，都要看，就是你思考的时候，你观察的时候，上涨也要看，下跌也要看，就看它怎么选嘛。那么在日线上的话，现在是要构成中枢了，对吧？类似一个中阴状态，就是一个箱体震荡状态，它没有方向。那么什么情况下它可能去跌破129.21呢？就是这段下跌的时候特别快，你要去它的小周期上看。如果说它在小周期上是一种浪形往下走的话，那可能很大概率就要跌破这个129.21。所以说这个位置就是你的防守位，只要不跌破129.21，它就会在这里震上去或者下来，只要不跌破129.21就好了。那么这个位置就是你的这个，因为你进场的依据就是以129.21这个为依据的。如果说它被跌破了，说明你的进场依据没有了呀。那么进场依据没有了，你是不是就应该做动作了呀？是不是应该减仓啊、止损呐？我以这个为例子，这个其他的都是一样的。然后有这个秦朋友问 Palantir， 我们可以看一下 Palantir。Palantir 的话，它之前在财报之前，这个125.25并没有突破这个历史最高点。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看一下它的结构。现在这个周线上从66.12这个起涨，这里是有一个次级别有个小中枢。那么看一下这个第二个这个中枢，看一下1小时，这就是66.12起涨，这里是第一个 A 中枢大 A。现在大 B 的话，我们看一下它这里这个回落，因为这个最低点105.32，因为带缺口，它这个结构被破坏了。你如果说画到这里的话，106.07的话，就是因为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嘛，对吧？你要是这样连的话，连到这里它是够一笔的。这是有一个类中枢，你先把中枢画在这里，你也会发现为什么这个上涨到这儿受阻了呢？因为这个中枢上沿在这儿，120.18，对吧？这是中枢上沿，那就看它这里。能不能够踩一脚之后再上一局，可能再次突破这个也可以，因为它现在是下面是 A 中枢，这里做一个 B 中枢，然后可以再打一个高点，甚至再次突破这个前面这个历史最高点124点，不应该是124，应该是125.41。对吧？所以说就是这里有一个 A， 有一个 B， 然后可以再打一个高点突破这个125.41。那么这个样的话，它的结构就饱满了，对吧？两个中枢趋势上，所以说你如果想做的话，就是看它能不能够在，但是毕竟是 C 段了，对吧？这是 A， 这 B 后面是走 C 段，相对来说可能空间并没有那么大。所以说你最好还是买回落，有上去的话就减。就是按照这个最后这个小大 B 中枢做中枢震荡就可以，上去了力度不够强你就卖一卖，下来的话要看情况。如果说非常强的往下走的话，它也可以是直接走反向，也就是以125.25作为分隔的话，那么就变成了这种。那么这个位置其实就变成了一个二卖了，一个二卖，然后这里可以在这里做一个中枢震荡，然后往下走，也可以的，对吧？就是这个位置就不能追它，你一追它就很容易这个挂在这个，因为它已经是两个中枢，它已经是两个中枢的 B 中枢的位置，你在 B 中枢追，你 A 中枢要追的话应该追 A 而不应该追 B， 对吧？ B 的话你很容易挂在高位， A 的话起码它震一震还可以往上走，所以说就是在相对高位的时候，你的要做多的话你就相对要谨慎一点，在相对低位的时候就尽量买这个回落嘛。这就是那个策略的不同。这里的话，你要是有能力去做空，它也可以去做空，但是毕竟它的周期要做空的话，就要去找小周期的一些回档。
然后再看他问的这个 Tempus，就是应该一个做 AI 的一个软件公司。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之前那个谁佩洛西，大家是不是因为他的原因对他比较熟悉啊，还是怎么样？还是说佩洛西真的是知道那个 Inside News？不知道，但是现在在周线上的话是有这么一个中枢，对吧？就是这么一个大箱体，它其实有这么一个大箱体的。那么现在这个周线上反弹也够比了。那么你如果说想做它，可能是期待着再次去突破这个91.5，对吧？那就要继续往上延伸嘛。那我们就要关注一下36.22这个它的次级别。这个是5月6号盘后出的财报，虽然说比预期的强吧，但是它还是 EPS 这个 earning 还是负的，对吧？这公司还没盈利，这个 revenue 是正，但是这个 EPS 应该是负的。那么现在日线上我们看它，这里也是这个有回落，这个可以当成一段，我们可以这样先画一下看，然后这里上去，然后下来，日线上现在可以简单的这么看，有一个小五浪，然后昨天这个高点657.57， 66.42， 66.3，就是昨天这是最高点。这是一个，如果说你要用小周期的话，是有一个小五浪，这是一个1、2、3、4、5。如果说严格化的话，就是1、2、3，或者甚至是一笔，因为这个第一段它也不够比，这第一段也不够比，第二段是够比的，第三段如果说画到这里也是够的，1、2、3也可以。但是它的小周期这里明显是这里有一个中枢，这里有一个中枢，两个中枢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小周期，对所有的这些的次级别。次级别上应该是也是两个中枢往上走的。这里 A 中枢，然后 B 中枢，应该画到这里，对吧？现在也是两个中枢也没高低点没接触，一个趋势上。那么你就看它这个回来，还能是一个小300。你从这个起涨点，现在回落已经够5根了，1小时上回落够5根了。看它这里先等一个底分型，1小时上还没有底分型呢，有一个底分型，再看它的内部结构有没有小周期，5分钟上甚至是15分钟上有没有这种背驰的，你才能进，对吧？就双触发嘛，它也可以往下继续延续，把这个现在这个 K 线打掉，继续往下走到这2根。那么只要不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把这个高点给它精确一下，56.89，只要不回到56.89就以下，都是300，回来了就是在这里继续震，对吧？怎么选？那就看市场怎么选。一个新朋友应该是李星元，区间上买嘛？肯定不是区间上买啊，区间上唯一的买点就是300。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就是在区间的什么位置买，对吧？如果说它要延续中枢震荡的话，那你在区间上买，这个位置买了，哎，它刚好下来了。你这个位置买了，它刚好下来，对吧？如果说它也是，因为我们这个中枢按照中枢来的话，这也是在区间上啊，对吧？你这个位置也是区间上，那你买不买？对不对？它只要维持中枢震荡的话，我们缠论是不做突破交易的，突破不买，而是它的那个内部有背驰的时候，我这个位置要卖，回来了有背驰，我要买回来，就这么做区间震荡。但是有一个买点就是3买，在区间之上，在中枢之上，如果说出现3买的话，你要买回来。但是呢，最好是买第一个中枢的3买，这是第一个中枢3买，这是第二个中枢3买，第二个中枢3买的后面可能很短就结束了，
要买的话是买第一个中枢3买，这个位置是第一个中枢3买，晓得吧？所以说不是去中枢之上的任何位置都要进，而是只能买3买。但是呢，你这个3买这个判断，理论上是告诉你出现3买了，你买了，它有很大概率要再次突破这个小高点，这是理论。但是实际过程中，在你实际交易的时候，这个3买的判断或者3卖，是你个人的这个知识和经验啊，还有这个盘感啊，乱七八糟加在一块儿，你要判断这个3买是否成立。你很有可能判断错误啊，你觉得这个位置，或者说你判断这个位置是3买，但是它又回来了，说明3买失败。那你不能说，哎呀，这个理论3买不是说那个出现3买就要上涨就要那个新高吗？你怎么我买了它跌了呢？然后你就说这个理论不对，对吧？理论的3买和3卖和你实际中判断的3买和3卖它是有区别的呀，对不对？所以说你能否达到你买的位置就是理论上说那个3买，那肯定看你个人的功力了。很多人自己功力不行，然后就说理论不行。那么我应该很好的说了这个回答了这位新朋友的这个是不是要在区间上买的这个问题。然后再看艾米朋友问这个比特币，比特币的话最近也是非常强势的这个一个小单边从比股市里面能走得强一点，走出了一个小单边状态。那么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构，主要就是这个74000上来之后，这里有过一次回落，这个回落呀，其实走的非常的技术，回落也够笔。我们可以看一下裸 K， 就是这5根，在这是哪天？5月6号这天，刚好是出现一个小周期的破底翻。5月6号这天，刚好是出现了一个小周期的破底翻。我们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4小时。这个位置刚好出现了一个破底翻，就是在4小时上，它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其实你如果说把前面这个中枢给它拽过来也可以，这里是有一个4小时的中枢。你不拽过来的话，它刚好是一个破底翻。怎么个破底翻呢？就是我们把它4小时的这3根给它画一下，这里是有3根 K 线的，看到没有？4小时上刚好有3根，然后它第一根的低点93500，看到没有？这个低点93363刚好是打掉了前面这个小低点，出现了一个破底翻。这是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要找背驰啊，3段出现背驰了，这个位置是完美的一个背驰点。然后它也满足了日线上也满足了5根，所以说这个位置如果说你能抓得住的话，那就非常好的一个进场位置，对吧？你如果说一直盯着它的话，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出现底分型了。2根 K 线出现底分型，你就可以强势上。那么你基本上能买在95000左右吧，对吧？那么这个后面就是买了就涨，基本上就是。所以说它这个结构是这个位置非常的技术。那么现在日线上这个反弹到了这个高点104000，它这个反弹还不够比呀。但是呢，它现在的力度有点开始衰竭了。我们看它整体的这段。它这个 MACD 的柱子的这个长度啊、面积跟前面这个上涨的没法比，对吧？然后在周线上的话，我们看一眼它的周线，周线上也够比了。我们把其他的先清掉的话，周线上反弹也够比了，所以说这个是比指数强的一个，也离这个最高点，这个历史最高点109000也很近了，对吧？到了历史最高点附近，这个在这里停顿一下也是很正常的。如果说能够再次打掉它，我们就要关注是不是出现盘整背驰。那么再回到日线上，现在是3段，所以说不要追，首先不要追这个位置，你一追就很容易，它就给你来一段回落，然后再来一个5。那整体的来讲的话，这就是比特币4小时也是，你如果说把这个前面这个中枢拽到这里来，那就是其实就2个中枢了呀。在4小时上，大 A。大 B C 段，对吧？你要做的话，可以是等它这里给一个回落，你可以是潜在的。我们从这样测一下，4小时上，如果说给我能够踩到这些位置的话，还是3买，就第2个中枢的3买。刚才那位朋友问区间上面能不能够买，就是3买是可以买的，但是它因为是第2个中枢3买了，这是第1个中枢的，
这是第一个中枢的300。那么这个位置的话是第二个中枢300。我们建议的是买第一个中枢300，而不是买第二个。第二个如果说有能力做的话，你可以做呀。这个再打一个高点也可以，这样的话它的结构就很饱满了 ，A、B、C 都有了。好的，那就是比特币。现在还有15分钟，我们的这个直播就结束了，大家可以继续提问。我们可以回过来再看一下指数，开始做底分型，1小时的底分型还没有出现，对吧？想要出现的话，必须要突破这个5668，1小时才有底分型。没有底分型，还在这个小周期在这个运作中。你如果说能够想做小周期交易的话，你就降这一周期就好了。我之前有一次直播也是跟大家一起看了这个标普的1分钟，我们当时利用这个缠论，1分钟那么细的那么小的周期你都可以用缠论，就更不用说1小时了，只不过就是你等待的时间更长一点而已，对吧？你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你交易的周期的。有个叫栗子车的朋友问特斯拉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特斯拉刚讲过，对吧？我们可以简单的重复一下，就是它这里有2个中枢了，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有2个中枢，但是高低点有接触，一个扩张的，我们现在就关注它最后一个中枢能不能够往上走，对吧？但是整体表达是偏强的 ，MACD 呀，然后它这个生长的也是偏强，然后次级别在5分钟上，它只有1个中枢，它所有的下面这些都不构成中枢，这都是浪形往上走，在这里构成了中枢，对吧？现在只有 A 中枢。那么现在这个回落，我们看我们刚才讲的时候，这个回落是在这里，啊，现在够笔了，现在这个回落，我到这里是够一笔，但是它又打掉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中继，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中继底分型，这里出现的底分型被打掉了，这里又再次出现底分型又被打掉了，现在这里又在第3次出现底分型，就看这个底分型能不能够是一个固定的。所以说，它就是现在还是这一笔没结束，那你可以用这个，现在是踩到了0.32，看这里能不能够生长出来一笔。虽然说这里是生长出来一笔，但是下面这个用了3根 K 线又把它破坏了，这里用3根还是4根又把这个底分型给破坏了，所以说明前面这一笔它的不成立了。这就是你在用小周期交易的时候，不要用笔交易。在小周期，也就是5分钟、15分钟、1分钟，你在做日内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笔交易。用笔交易的话，它就不稳定。为什么说缠论构成中枢的时候是用线段呢？对吧？3笔构成一个线段，因为笔构成的线段就是笔中枢，笔中枢的结构不稳定，很容易被破坏。随便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大户。都能够很快就把你这个前面这个底分型给打掉，就不稳定嘛。但是3笔构成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画一个由这个线段构成的中枢，就是要9笔，这是1、2、3、4、5、6、7、8、9。那么每3笔构成一个线段，那这样的话，红颜色的这个线段就是由线段构成的中枢，高点是在上面这个位置。对吧？你想破坏一笔的话，它难度并不大，但是你想破坏一个线段的话，它的难度就大了。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在缠论里面，只有线段才能构成中枢。所以说你在小周期交易的时候，就尽量不要用笔去交易，要用线段来交易。你这样的话，它的稳定性强啊。但是你分析的时候要观察，它现在是2个中枢啦，还是说，但现在我们看的这些都是笔中枢。这是由笔构成的，只要不到9段的话，都是笔中枢。到9段升级之后，那就它是一个线段构成的一个中枢。那么现在这个指数到了这个位置啊，现在市场也是开始有犹豫，对吧？因为毕竟涨了这么多了，我们从4835涨上来，已经涨了
将近20%了都，对吧？所以这个位置，你想让它再快速往上涨的话，不太可能，除非是特朗普跟中国那边达成了一些协议。哎，我们看一下这个底分型这个1小时的底分型好像快出现了。5668.91，5668.95，还差一点点，还差一点点就出现这个1小时底分型。看它出现底分型之后能不能够继续往上生长，不能够突破57120的话，你就再卖掉，因为它可以再回来。这就是那位朋友刚才问的问题，是不是区间上买，对吧？区间上我是卖，区间上它力度衰竭，它的小周期出现力度衰竭的时候，我是卖而不是买，这一定要注意。至于你能不能够卖在那个拐点上，比如说你能不能够卖在5720这个拐点，那就是个人能力了。其实你也不需要卖在拐点呢，它出现1小时底分型的时候，你再卖都可以啊。也就是说，它打掉5704，也就是这个顶分型的这个第2元素的低点，它打掉5704，打掉5704，顶分型就出现了。你一打掉它就卖掉，也比你拿到这里强啊。这是5650啊，对吧？你是卖在5704或者做空在5704，然后到5650。当然了，我们现在是以这个已经走出来的图形分析，相对的是容易的，类似一个马后炮嘛。如果说在当下你能不能够去做出这个分析，或者说做出这个应对，那就考功力了。但是其实也不是那么的难。如果说你知道了这种结构，顶分型、底分型这种结构，你即使是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做空了，然后那个只是在5720之上你才止损。它只要不打掉5720，你就一直拿着你的空单，那也能慢慢拿到这个位置，对吧？你只要设置好你的进场位，然后一定要设置好你的出场位置。如果说你是做空的话，毕竟做空相对呢是难度大的，一定要带着止损。你不能说啊，我这个位置做空了，然后呢它继续往上涨我就扛，千万不要扛单，扛单是一个非常坏的习惯，很容易那个你卖在最低点。就比如说，很多人，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做空，这是4835，他在这个位置做空，然后他觉得哎呀还能下来，他就一直扛，但是他市场是出现一个慢涨的状态，他可能最后卖在了5720，就是止损在5720，这种在市场里面太多了，对吧？那你的市场的走势，如果说跟你的判断出现不同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止损的位置，一定要有一个出局的位置，而不是说硬扛。因为市场天天都开，你只要有资金、有能力、有时间，你可以再进嘛，对不对？不求一时那个在那杠，在那扛单。这个例子朋友问，盘面不稳定还是有蛮高的下跌区？不是啊，你说的是不是还是特斯拉？我说的是5分钟上，5分钟这个周期非常小。我们刚才在这个之前解盘已经把它说好了，就是它这里已经有 B 中枢，A 中枢，它在这里做 B 中枢。你首先要对我们的模型非常熟悉，对吧？模型是什么样的，然后对照现在是在模型中的什么位置。那模型的话是这样 ，A 中枢 B 中枢，现在特斯拉在哪儿呢？它在这儿，它现在在做这段，晓得吧？就是做完之后可能再打一个高点，这个就结束了。现在看的周期是5分钟，5分钟上结束，那你还要看什么呢？就看它的上一个周期1小时，也就是说这段上涨结束了，它可以下跌了。那下跌，那你就看它能不能够回到这个中枢中枢里面来。如果说回不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回不到这个中枢，还是3买，还可以往上走。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扩张的大中枢，这是一个扩张之后的大中枢升级了。所以说呀，没有那么简单的答案。很多人想找一个简单的答案，到底是涨还是跌啊？这个走势是相对复杂的，现在是扩张的中枢，它的结构是复杂的，它走势也是复杂的，变化是多的，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你只能去跟踪。
你所能做的就是跟踪它的走势。现在是在什么位置，按照模型对照一下，然后出现了什么变化，就以这个中枢来判断它的强弱力度，是在中枢上方，还是在中枢下方，还是在做中枢震荡。这样的话你就好应对了，对吧？如果说它是在中枢偏上的话，那你有拿的多的话，就是这个做多的单子可以多拿一拿。如果说它在中枢震荡，那你就按照这个中枢震荡策略。如果说在中枢下方，那你就不要急着买呀。那如果说它这个下跌趋势延续的话，那你这个位置可能就买在半山腰了，对吧？它可以完全这样走。所以说下跌了下来的时候，想进的时候，一定要等它这个内部结构调整充分的时候，一定是调整充分。什么是充分呢？就是饱满。什么是饱满呢？就是结构的进入段、中枢都有 A、B， 然后下面是 C， 这是进入段，就是结构越饱满。结构越充分越饱满，那么调整的越充分，这就是你怎么判断这个调整是不是充分，上涨是不是充分，下跌是不是充分，就看它的结构。所有的其他的什么这个均线啦、MACD 啦、什么黄金分割了，都是辅助判断的。最重要的是结构，就是看它的结构饱满度。什么样的结构不饱满呢？就这种浪形的模式。以这种波浪的模式往上走，那结构肯定不饱满了。那它没有这个，它的中枢就是这3段构成中枢，这也是中枢，我们叫它类中枢，这也当成中枢。结构越简单，说明它的动能越强，说明什么？说明那个多空的对现在当下这只股票的这个看法是一致的。只有看法一致的时候，就是多头是要做多，空头不敢做空，它才会出现这种单边的这种浪形的。如果说出现这种结构的时候，说明多空的看法不一致，对吧？你上来了，我在这里卖做空，这说明它的多空看法不一致，比较纠结，才会出现中枢。中枢是出现中枢，这是多空出现分歧的时候，它才会出现这种结构。那么以浪形的时候，说明多空它的意见没有出现分歧，才会出现这种简单的那种下跌的时候是这样，对吧？所以说，这个中枢是多空意见不同的一个表达。结构越复杂，什么叫复杂？就是这种升级。如果说是趋势的话，是没有高低点是不能够有接触的。它这种结构相对这个升级之后的是简单的，像这种2个中枢升级了，说明多空的这个意见非常不统一，对吧？造成了这个中枢是升级的，结构是复杂的。结构越复杂，说明这个大家就是多空两方吧，对这只股票的看法是分歧非常大的。所以说，它即使能够往上走的话，那么需要非常大的力量才可以，更多的是一种纠结状态。所以中枢是对缠论，为什么叫缠中说缠呢？第一个缠是纠缠呐，禅师讲的就是纠缠。你去学多了你就知道，禅师这个起的名字不是随便起的呀，对吧？是纠缠之中，然后最后那个禅是禅学那个禅。你需要在这个纠缠的过程中，你能不能够找出一条出路来，或者说你能够分辨出来这个纠缠是好的纠缠，还是说它一个非常纠结的那种纠缠。所以说禅论禅师起的名字是非常有学问的。你要在为什么说他一直说炒股票就是学佛或者修佛呢？因为大部分人吧，或者说既然你能接触股票的话，可能说明你这个呃整体条件还不错。那么你的日常生活中可能相对是比较平淡的，那么能够触发你思考的可能事情并不多。但是到了市场里面之后，你会发现，它会天天的，如果说你交易的周期很小的话，可能时不时就要考验你，我这个位置买了，我是不是要卖啊？我这个盈利了，我这个位置是不是要减仓啊？这个位置做空了，它没有按照我的做空的这个情况出现，我是不是要应对呀？它天天都在考验你，所以说你的心灵其实是在市场里面是一种在这个，你说它磨练也好，或者说你是它一个煎熬也好，那就看你能不能够在市场的上下过程中得到一种大自在，或者说你能够很好的应对这个上涨下跌的时候，那你就不会纠缠于它的上下，对吧？而是顺着这个市场的来。
跌不动了，我要加一点；涨不动了，我就减一点。其实整体交易你是不是一个痛苦的状态？你如果说发现你的交易是痛苦的，说明你对这个走势的判断是有问题的。好的，那么现在到了美东时间12点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了。那么祝大家周末愉快。